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ceson 啊。今天啊，终于来到这个全新的新赛季、新一季的那个素材。对，就是我们竞技场啊，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次我的头顶啊有这个称号在我的名字上面，那就代表啊，这个是一个新赛季的素材。因为啊，这个大家如果是没有排名的话，哎呦，我这边怎么飞上来了 ？OK， 这边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排名的人的话，你的头顶是不会显示你的任何什么什么守护者的一些昵称的，它会直接显示你的原本你的角色用的那个称号。到时候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称号，那就代表这个是一个新的赛季，跟刚才 reset 的一个新赛季。对，那其实关于这个称号啊。我很难想象，就是我拍了那么多期的那个素材，那个竞技场影片，既然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，那我对你们非常的失望。对，那这个是玩笑而已。但其实啊，这个称号啊，之后应该会有一个系列，就是跟这个称号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就这里先留一个伏笔。对，我们之后作为开新的系列跟这个称号有关系。那如果你是知道这个称号怎么拿的话，你就应该是猜到我接下来开的这个新的系列是关于什么了。对，那也是那句，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那我们回到影片里面，那打这个对手啊，其实我打的时候就其实没感受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把这个素材看过一遍之后，就重新看一遍了，我才发现一点。很重要一点，就是原来这个玩家他是所有英雄都是100等。对，我一开始还以为啊，他只是什么梅菲斯特那些主要英雄100等，那原来不是，他是所有拿出来的英雄都是100等，不论是放 CD 放技能英雄，还是什么防御英雄、跌伤英雄，全都是100等。我后面看了我才知道，真的非常之夸张。因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这个游戏啊，它升等你说很慢也不是很慢，但你说很快也不是很快，因为它给的经验其实不是特别的多。它通常很多经验的那个时候就只有2个时段，一个就是周年庆，就是这个游戏什么3周4周年那个时候，他会给1个月的那个2000%的经验加成，然后那个月你会看到外面全都是那个 wait 房间，就是那个车轮战那个房间。对，那个是第一个会有很多经验的那个时刻。第二个时候就是跨年，就是上1个月前的那个2025年到2026年那个时段，它有3天的2026%的经验加成。那3天也是很多人去打那个 wait 的，那我也是其中一个。那通常只有这2个时候是特别多经验而已，那其他都是什么500%，什么1000，最多1000%。那其他那些经验都非常之难搞回来啊，所以的话那个英雄经验，所以说我这个玩家他是一个很多100等的玩家，所以是非常之令我 surprise 啊，非常令我惊奇。那这次做来跟这个全是100的玩家打一次，哎呦，这边的话。可惜啊，其实我之前说过，就是用完那个九尾头之后，不要那么急着换其他英雄，因为九尾头他用的时候其实有一小段很少的无敌时间。那如果你换英雄的话，你的无敌时间就会直接消失了。所以我是建议啊，不要在用完九尾头之后，虽然对面可能露出一个很大的破绽，但其实。如果你换了英雄的话，其实你也是挺危险的。如果你的时刻掌握的不好的话，所以我是建议啊，哎呦，这边死了。我是建议啊，直接用完九尾头就跑开就行了，除非你的装那个九尾头的英雄有一个特殊的攻击方法，那就另说。对，那来到OK 这边跳起来第3回合 ，OK 这边做到，也是给我们熟悉的黑毛 combo 啊。对，那虽然是更新后出来，但这个我的黑毛 combo 是就算是2017年
到现在其实也是没有改变过什么大东西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版本通用的那个 combo。所以的话，大家如果要学的话，其实我也是挺建议的，因为基本上它是不会有太大的改版，因为它本来这个用处是这样，所以的话你练完，保证你不会后悔。对，因为就算怎么改，应该也不是改太多，所以尽管练那个黑毛，练完保证不后悔。对。那这边的话，可以看到他连这个防御熊也是一般的啦。那踢下去，哎，没有。其实我如果打对面防御熊的话，其实我是比较建议直接把它打下去掉落去，因为你用那些什么黑毛，就算是300攻打下去，其实也不会有太多伤害。那直接在他那个术士1穿好之前，把他的防御熊打下掉下去就行了，因为防御熊通常不会加这个。哎，这边跳 OK。这边就是刚才所说、啊，直接用完9回头直接跳开就行了。刚才说到，通常防御熊都不会加跌伤，所以的话，直接把它踢下去就行了。对。那这边的话，想一点，他神行者，这虽然抓起来有点怪怪了，但其实也是抓到，那其实也行啊。因为这个好像是更新第1天素材，之前说过，哎呦，跳起来可以，之前说过。可惜，之前说过的话，就是更新的第1天，那个数据也是有点不稳定，所以的话，有些抓不到情况出现，其实也是正常。那这边还有披风，那用魔导把它打起来，可惜，我们这边应该是用法老披风把它定住啊，因为基本上啊，我的披风除了用来到时候反装之外，如果用来进攻的那个披风的话，我是比较喜欢用法老披风，因为你看起来法老披风好像只喷一条蛇出来，你觉得可能会觉得很没什么用处，但其实那个伤害也是挺大的。OK， 这边的话小心点，这边的话应该用冰披风啊，可以，因为他这边淋血的话，如果他用这么高风险的 combo 打我的话，其实是蛮失策的，对我来说，基本上他应该是不停的。用一些远程的技能把我的那些反装消耗掉才是最优先要做的事情。对，这边的话来到第4回合，这边呢应该是为什么直接用超龙滴滴？是因为如果用水龙刚才那个位置是应该是我判断我是那个距离不够，有点太远了，可能水龙会接不到，所以我直接用超龙滴滴。所以的话 OK， 那这边说到。直接给他兵法 SD， 通常我会用兵法 SD， 是因为我游戏前期已经抓到他，因为兵法 SD 是技能是比较快的一个技能嘛，在所有技能里面，所以的话，如果我的超时空那个单位 SD 单位就是技能 SD 这个技能单位到得6的时候。而且我刚好抓到他，我会直接用那个兵法 SD， 因为这样的话前期就可以打出那个大量输出。再加上说，如果我的技能那么前期那么快开的话，我们后期啊，那技能优势会很容易叠起来，因为你前面开了，你后面的技能也是会比较快一点有。所以那就像以前所说，技能越快还越好，就是这个原因了。这边打到，那应该差不多再抓他1次，他应该就死了。OK。那尝试再抓他1次，谁的啊？可惜，明明是他那个真的很难防御，那应该被吊打下去，但没差，他的血量跟我差不多，但我的头盔跟 SD 又好了，因为刚才很早开了技能，抓到，那应该是了，那就有这些谢谢。